前些天，我国一箭41型再次打破了纪录，而这一次的发射卫星后，我国马上就能够在10分钟内扫描全球，让美军的航母无所遁形。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前些天的时候，我国再次进行了卫星发射，这次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1号、高分 06A 型等41颗卫星。这一次的一箭41型也是打破了我国此前单次发射卫星数量的记录。在这之前，长光卫星通过20次的发射，已经将79颗吉林1号卫星送入到了指定轨道中。本次发射的41颗卫星中，就有36颗为吉林1号遥感卫星。也就是说，目前吉林1号的卫星星座在轨卫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8颗，而这个数量的卫星规模也代表吉林1号已经具备对全球任何一个地点每天进行扫描的能力，并且这还不是吉林1号的极限。在吉林1号拥有72颗卫星的时候，就能对全球任何一个地点进行每天23至35次的扫描。而现在的吉林1号可对全球任何一个地点进行每天35至37次的扫描。而吉林1号的星座1期工程目标138颗卫星，如今只差30颗就能完成组网。也就是说，在今年下半年，吉林1号就能完成1期目标，达到对全球任何一个地点进行每天144次扫描的频率。按照这个频率来看，就等于每10分钟就能对全球进行一次扫描。而到了2期工程的吉林1号，性能则更加强大，将会拥有300颗的卫星组网，能全天候实时扫描之外，还增加了多种观测方式，如高分辨红外、高光谱 SAR， 同时具备微波遥感成像和光学遥感成像能力。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将会为我国在农业、林业、海洋、气象、环保、资源、城市建设以及科学试验等领域提供大量的帮助。但对美国来说，这就不是个好消息了，特别是对美国海军来说，和大家想象中的将卫星放到天上就能把地面上的所有动向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同。在太空中的遥感卫星只能通过固定的轨道来绕地球飞行，这就意味着这些卫星只能够看到在轨道上能够覆盖到的区域。如果想要观察区域离开了你的轨道覆盖范围，想要解决这种方法就只有2种，一种是变轨，但这种方式比较麻烦，说是变轨也并不是能立马就能变轨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变轨。对于一些有着迫切需求的任务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而另一种方法就是发射更多的卫星组成星座，这样就能扩大轨道覆盖范围，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观测。而卫星覆盖了全球之后还不够，因为这些卫星除了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保持相对静止之外，其他卫星都是在轨道上对着地球做环绕运动的，因此这些卫星是在进行着相对运动的。这也就导致了，如果卫星需要对目标区域进行持续不间断的拍摄，那么在完成第1次的拍摄过后，需要环绕地球1周才能再次回到目标区域进行第2次拍摄。而卫星环绕地球1圈的时间大概在90至110分钟之内，就等于在这2小时的时间内会漏掉不少的信息。对于民用来说够了，对于军用来说可就不够了。以现在的武器性能来看，2小时的时间已经能够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了。不少的武器在这2小时的时间内完全能完成部署，并对敌方发起打击。也正因为这种空窗期，各国在发射军用卫星的时候，都是发射上百颗卫星组成组网，通过大量的卫星减少重访的时间，从而实现对全球的不间断扫描和监视。这也是美国感到担心的原因。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海军的军舰经常出现在我国周边，但我国却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目标接近我国了才发现，并出动军机军舰进行驱离。就是因为我国对美军这些军舰，特别是航母的行踪掌握的太少了，
无法长时间地盯着美军动向。现在有了这上百颗吉林1号卫星后就不同了，这35至37次的扫描能力，等于是38至41分钟就能对目标区域进行一次重访。就拿美军的航母举例，美军航母全速航行，就算30节，计算就是55.6公里。这个速度在下一颗卫星重返目标区域时，美军航母也跑不出该区域。等于是说，美军航母的动向被我国掌握得一清二楚。有了这美军航母的动向之后，进行针对性的部署就简单得多了。等到下半年下一次发射，138颗卫星完成第一期目标组网，直接能够10分钟扫描全球。这还只是民用的，在军用上的速度和精准度将更高。因此，有了这些目标后的我国，就算对方把航母开到大洋深处，依旧有办法找到并进行打击。